没有当地人敢把这里的故事讲完整。这是唯一一个建在珊瑚礁上的古城，也被称为太平洋上的威尼斯。甚至和埃及金字塔一样，它的建造方式至今仍是未解之谜。同样是太平洋上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一，相比复活节岛每年的10万名游客，来此探索的却不到1000人。它究竟是为什么而修建的，又是如何被废弃的？本集就让我们一同前往鲜为人知的庞培岛。离开上集的马里亚纳，我们继续向东航行，便来到了加罗林群岛。这里除了帕劳在1994年独立以外，其余607个岛屿现在都属于同一个国家，即密克罗尼西亚联邦。它由西到东又分为4个州，分别是雅普、丘克、庞培以及科斯雷。如今它们各具特色，比如雅普有前面提到的石头货币，丘克有著名的战舰墓地，而庞培与科斯雷则存在着神秘的建筑遗址。传说大约在900多年前，一只陌生的独木舟突然停靠在了庞培岛，下来对身高2米多的双胞胎巫师，没人知道他们从哪里来，只是听说2人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建造农神祭坛的位置。恰逢当时这里流行着一种陌生人国王的习俗，岛民们相信如果有陌生人漂流到此，一定拥有着过人的本领，于是很乐意接纳这些人成为当地的一员，甚至甘愿推崇他们为首领。不久，两兄弟召唤出一条神龙，填出了一片人工岛，然后将远处的巨石悬空，飞到这里建成了祭坛，并取名为南马都尔。说起来，这倒与我们济公古井运木的故事有几分相似。对比之下，欧洲的巴黎圣母院也在此时开始了长达180年的兴建。在双胞胎巫师中的哥哥去世之后，弟弟便在岛民的拥戴下开创了一个王朝时代，史称绍德雷尔。而实际上，南马都尔一方面是为了用于墓葬和祭祀活动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控制住潜在的竞争对手。国王要求所有贵族都必须离开自己的权力所在地，通通搬到这里居住。这是不是又与500年后的路易14建造凡尔赛宫的目的如出一辙呢？就这样，初代国王娶了当地的女子，繁衍了之后的16位统治者，直到1628年，一名昏君的出现让岛民苦不堪言。幸亏一个叫做伊索科勒克的半人半神战士，在得到一把隐藏的武器后，才终于推翻了绍德雷尔王朝，开启了新的时代，然后分封土地，善待百姓，成为了今天庞培岛社会的创造者。不过接下来，伊索科勒克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法在南马都尔生活。原来这个人工岛上完全没有农业种植的条件，之前所有的食物和淡水都需要从主岛运输，如果持续下去，又会加重百姓的负担。于是南马都尔最终被彻底放弃，成为了今天这座失落的古城。由于这里没有出现过文字，以上的故事只能源于庞培人的口述历史。而这种体量的工程奇迹，即便在如今的考古学家看来，也难以解释完整。科学家在经过高空激光扫描后推测，岛民们首先需要在西湖上人工搭建一个矩形的古城框架，然后铺设双层墙体，再填充好珊瑚礁的空隙，形成一套98个人造珊瑚岛构建的水陆交通网，最后在上面建造石头城。完工后还真有几分威尼斯的味道。建造古城的石材看起来很特别，全都是深色而笔直的多边形石柱。在当时没有金属工具的小岛上，难道真的有这样的加工技术吗？其实这些并不是普通的石头，而是大自然在数百万年前就已经加工好的玄武岩。它们是大洋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构成了地球上90%的火山岩。在其冷却之后，便会形成多边形的柱状结晶，其中又以6边形为主。建造南马都尔的100万根重达5到50吨的玄武岩柱子，就是出自北部20多公里外的火山岩采石场，在开采之后由水路运输而来，最后使用绳索和杠杆将石材堆叠成相交的结构，仅仅依靠石头自身的重量以及少量珊瑚填充物加以固定，从而搭建出一系列城墙、祭祀平台、住宅、陵墓等等。后来这种建筑风格也同样传到了隔壁的科斯雷。不过就算整个建造过程能够解释得过去，却仍然有谜团没能解开。比如当时岛上的人口不过1-2千人，而想要完成从建造人工岛到石材的运输和搭建，就算全岛人出动，可能也要1000年。难道石头真是飞过来的吗？神话故事里高大的双胞胎巫师似乎就得到了验证。据说在上世纪初，庞培岛被德国人管辖期间，就有人闯入了封闭的墓室，打开了初代国王的棺椁，真的发现了2米多的巨型骨架。
至于南马杜尔为什么不直接建在岛上，而是选择辛苦地建造人工岛，那就更不得而知了。只知道在人工岛的水面下，一些石柱结构还无法解释清楚，一条传说中的礁石隧道也还在寻找当中。也许以后水下的考古工作能够解开更多的谜团吧。今天南马杜尔的游客稀少，无人维护，原本纵横交错的河道几乎已经全被红树林覆盖。如果继续任其发展下去，整座古城都会很快被吞噬，永远的失落于这颗星球。欢迎转发和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